郑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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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医生。没事吧？知道自己发烧吗？你可真行啊！怕患者死，你不怕自己死啊？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怎么了？梦见自己手术失败了？来，跟我说说，有什么心结？本人略懂心理，给你医诊一下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跟你说，学医的生命是很短的，5年本科，3年硕士，4年博士，再读个博士后。就算本科出来开始工作，也要实习3年，从封批开始慢慢熬。真正起步的时候，都已经30好几了。随着时间的增长，身体就开始下降。医生的黄金时间也就短短10几年，我们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点儿。况且你还走介入，穿着几十斤的潜意识辐射，你有想过未来吗？治更多的病，救更多的人，就是我的未来。就这啊？哎，你的人生规划里面就没有一个身为人的规划吗？我说的是人啊，人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小周，天天想着相亲娶媳妇儿；老贺，赚钱养家；花儿姐，要事业有成，狠狠打前夫的脸。那么你呢？为什么不再做手术？你累不累呀？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？我想陪着妈妈。饿不饿？阿姨给你们买点好吃的。护士，护士，把门打开，开门！爸爸，护士，护士，你让我进去！我要进去，护士。先生，您安静点，这里面有病人。喂，唐先生，唐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爸爸，唐先生，你为什么不去医院？有病要立刻治。他为什么不去医院？他为什么不去医院？啊！不去医院！你跟我出去！打电话叫保安。好，彭总，彭总，活该！活该！妈妈没有错，他是改变了，但他要照顾我，只能就地改变。找我呀？你怎么不找我呀？彭总，你为什么不找我？先生，你竟然会回家了？我找得到你吗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一直说你忙，你不是我的好爸爸了，你坏爸爸！哎，彭总，松手！我是好爸爸。你冷静点。冷静。不怕。先生。妈妈怎么了？让我吃吗？是不是？爸爸生病了，你看哥哥正在跟他检查身体呢。不哭不哭。爸爸。郑哥，这怎么办？先采个血，然后留院观察。那我们后续做什么检查？
薛掌柜、李子，薛党申功。好嘞。你说他女儿这么小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会不会是平时有什么基础病导致的呀？等检查结果出来吧。看好他，有什么事随时叫我。这个是刀哎，怎么样？挺好。他怎么样？等检查结果呢。你跟哥哥玩会儿好不好？阿玉，你照顾一下。郑人，你跟我来一下。爸爸没事，再等检查结果。知道自己做错了吗？错？什么错？这次的手术本就成功率不高，你还隐瞒自己发烧的事情，强行手术。我不知道自己发烧。看别人的病一套一套的，轮到自己呢？海城的规章里有一句是这样写的：医生是为了救患者而存在的，而医院是为了救所有人而存在的。科技的局限注定了很多病无法治愈，很多手术注定失败。医生们的尝试和努力，有时候反而会令患者死亡。你也看到了，大病面前，夫妻妇女都彼此指责，更何况是医生和患者。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。如果出事，不是你一个人负全责就行的。那些陪同你一起做手术的医护人员们，都会受到牵连。郑然，医生也许只需要考虑自己和患者，但是作为一个团队的核心，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。如果你要做连体婴分离术，就必须学会这一点。侥幸，走不远了。人人呐，你别看仙人掌长成这个样子，很多时候啊，它们都是群生。就算你把它们刚刚买回来的时候，它是个单枝独芽，可是啊，长着长着，它们就长成这个样子了。你看，像这个，呵呵，还有这个。喂，郑哥，那个彭家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我马上过来。肌酐1205，尿素氮22，符合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表现。没错，并且导致了中枢神经系统紊乱、狂躁不安和意识障碍。去做个穿刺活检了。就你说呀，早就吩咐下去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什么导致的急性肾衰？为什么会有癫狂暴躁等症状？错，现在的问题是他女儿怎么办？既然找到了病症，对症下药就是了。有引导彭家醒了以后再说。可这段时间他闺女怎么办？他们在海市没有别的家属，姥姥又在外地。急性肾衰发现的早是可逆的，经过一段时间的透析治疗就会好。500，你说的是病，我说的是人。
去看看。哥哥，我爸爸是要住院吗？是的。你姥姥姥爷在过来的路上，后天就到，他们会帮你一起照顾爸爸的。但是姐姐，我想回去给爸爸拿一个东西。你要拿什么呀？基本的生活用品医院里都有，你要是需要其他的，我出去给你买。不行，那个东西一定要回去拿才行。不可以吗？我陪你去吧。谢谢。这是你爸公司，你来这儿拿样很重要的东西。嗯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杏林园啊！哦，什么味道啊？一股酸臭味儿，可以考虑彭家是二氧化硫中毒的可能性啊。积点口德吧。鹏鹏，你确定你要找的东西在这儿吗？嗯，我爸的办公室就在前面。是那间吗？嗯。不行，锁着门啊。我试试。真的是我的生日哎！我还以为爸爸骗我呢。哇，一股臭脚丫子味儿，绝对是二氧化硫中毒。你要找什么呀？那个。这幅画是去年爸爸生日那天我和他一起画的，他最喜欢这幅画了。他说他一看见这幅画就充满了斗志和干劲，所以我打算把这幅画挂在爸爸的病床前，让他快点好起来。我知道了。此人受到女儿鼓励，野心勃勃，想要做中国最好的医疗交互平台，为此不得不努力工作。工作就要熬夜，熬夜就要喝咖啡。可是喝了咖啡还是困，困了就再喝几罐，几罐接几罐就。咖啡因摄取过量。没错。喝了多少？他物理一强的咖啡罐呢？我认为是咖啡因通过拮抗腺苷2A受体，增强中枢神经系统，多巴胺能活性发挥兴奋效应。短期摄入大量咖啡因导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。怎么样？本医生发现了有因，服吗？喝咖啡会导致急性肾衰竭，还在质疑我的诊断？只是你的推断嘛，又没有确认。要不要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如果是咖啡，你请我吃饭；如果是其他因素，你请。回医院。爸爸，你好点了吗？对不起，爸爸，我不该惹你生气。凤梦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是爸爸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哥哥，我爸爸的病能好吗？能好，一定能好
好的，我的爸爸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妈妈。你也是最好的医生，对不对？最好的，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真的吗？来勾。什么情况？患者在家里呕吐，现在在输血。潘老，潘老下午突发大呕血，拍了片子，是肝硬化导致的。我怕看错了，所以请你们过来。失血性休克乙肝后肝硬化时代长期，是的，还有顽固性腹水、胸水、电解质代谢紊乱。我看他之前做过皮切除和门系静脉断流术。对，在救护车上采取的是保守治疗，3组静脉止血药物，再加上口服正肾冰盐水。3组止血药物，剂量了。他们也没敢再加，怕没效果不说，脑梗、心梗等并发症一旦出现，更加棘手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只有2种治疗办法，一种是皮切除，潘老已经做过了。另一种呢 TIPS， ？Tips 是一种介入手术。给证人打电话。来了，坐。先看看资料。患者潘石海，今早大呕血，乙肝后肝硬化时代长期，做过皮切除和门系静脉断流术，建议使用 TIPS 手术。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。对。爸爸，那你为什么选择养仙人掌？因为仙人掌能给爸爸减压。医生啊，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，需要有各种减压的方式。有的人选择酒，有的人选择烟。就像爸爸的老师，他就喜欢酒。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拼命3郎，天天手术，从不休息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：李爱芳手术的时候，潘石海到底在不在？他在。怎么样，证人？这个手术你能做吗？这个手术，你给我做助手。我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你，你学习。什么？你不是一直在练习介入吗？谁说的？虚拟手术室里的电脑记录说的。怎么，只敢挑战电脑，不敢实战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苏萨林嘎，任何手术看1遍就会晕。好，我们准备手术吧。嗯哼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真的要上手术台？干嘛？怕我不行啊？我拿不了手术刀，我还拿不起味道丝啊。你也要转介入？我只是想做手术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很想做手术。好，那就放心大胆的去做，有证人在。花儿姐，怪不得林哥生你气呢。你知不知道这句话对于医生来说有多屈辱啊？他觉得屈辱是因为他并不在乎患者。当被证人救回来的患者换成潘老的时候，你还会觉得屈辱吗？你只会感激，幸好有他在。
他的肝硬化是喝酒导致的。对。医生啊，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，需要有各种的减压方式。就像爸爸的老师，他就喜欢酒。他没什么好朋友，也没有好老师，我们都不配。车在这。我在教科书上看过这个手术，大家都认为肝静脉门静脉穿刺很难完成。偏了一点。失败了，不过也很正常，这才第一针。沈峰，协助我，避免误信。潘老还在呕血啊！这种生物性质的刺激，人为无法避免，我们只能趁着患者呕吐的间隙，快速操作。就现在。成了，准备留着指甲。带膜还是不带膜？带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短期栓堵。那对你的要求不就是更高了吗？呕吐物吸，快吸气！先别吸，给我10秒钟。需要再降低，证人。要不先吸呕吐物吧？证人，潘老快不行了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：李安芳手术的时候，潘世海到底在不在？他在。证人，快！证人。爸爸，你做医生的准则是什么？治病救人，永远第一。位置到了，出狱。成了，快吸呕吐物。
手术完成。太漂亮了，能看到这么精彩的 TIPS 手术，简直太过瘾了。 治病救人，永远第一。彭家确诊为咖啡因摄入过量中毒，愿赌服输。你想什么时候喝酒？现在。8点，老地方。我今天晚上捏半个胃都能喝死你。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的货，姐等你。 喂，小芳芳，怎么样啊？我出马还有打听不到的事儿吗？南海3院的哥们儿都说那个证人很厉害，出了名的拼，做起手术来不要命。大家都觉得他那样的人啊，活该厉害。毕竟是个孤儿，全靠自己闯。他是个孤儿啊？对啊。哦，对了，有小八卦，关于他爸，他爸叫妙，他叫仁，他俩加起来，绝不？哦，他爸也是医生啊。 叫郑妙？不是，他跟他妈姓，他爸姓陈，陈妙，郑人，妙手仁心，多有意思啊！来，你说今天要喝服务啊？就这？要不是我心情不好，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坐在这儿看着我呢？在犹豫转不转介入？介入？干什么介入？我有一个朋友。 也算不上朋友，我们也没那么熟。哎，那后来慢慢相处呢，我觉得他是个好人，大好人。但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他一个秘密，他的出现有目的，我看不上他，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继续信任。 要换是你，你会吗？这么多年，你是咱们海城医院患者满意度最高的医生啊！
你看你的很多患者都成了我们海城的 VIP 了。哼 ，VIP 是什么？是有钱人吗？不是，是指来我们海城看病的人，是指来我们海城找你林格医生看病的人呢。对不起，罗院长。我们不能忘了初心呢。夏丽，今天你没手术，你回去休息休息，调整好了再回来。好了，大家都休息吧。啊，素颜，你推我回病房吧。潘老，我们有件事要跟您说。说。啊。郑人，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们你跟陈妙的关系？你说什么？陈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我是陈淼的儿子。你是？那天我到医院去安慰我爸，却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时常在想，如果那天我爸看到了我，是不是就改变主意了？我们去过你家，去了很多次，但我们找不到人呢。我被爷爷奶奶带走了。我告诉自己，我要查出真相，替我父亲洗脱冤情。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医学院。5年前我奶奶去世了，我觉得是时候查清这件事情了。你当时被调去了南大。我就去报名南大进修介入。难怪，你外科做得好好的，非要跟我学介入，而且你还经常询问海城的事情。你口风很紧，从来都不提过去的事情。1年进修期满，我只能先回3院。直到今年，我患了一头癌，你主动提出来给我做手术，而且还想来海城发展。是。这一切都是我故意做的。所以，你来海城，就是为了查明当年的真相。是。
我很理解你，因为老婆要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曾经找人跟踪过他，想找到他出轨的证据，甚至卑鄙的希望真的有那么一个小三。因为我无法接受18年的婚姻以失败告终，就像你无法接受你的父亲被泼脏水、背负污名而死。我父亲没有做错，脊椎合腿当然是先就前者。我也没有做错，只是老婆不再爱我了。老布他们当年真的不知道，原来你母亲也是在那天晚上。我父亲如果那天留在家，我母亲就不会死，她就不会跳楼。这也许就是命吧。一个医生，寒窗苦读8年，临床工作15年，下班后接到电话，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投入急救。他用自己的医术，拯救了一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，还保住了一个小腿重伤患者的命。他在给他们做手术的同时，他的妻子却在家发生了意外，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。就这样还要被大家说没有医德？你跟我说，这是命？不然呢？这是误会，是误会就要澄清。怎么澄清？那个时候没有视频监控，不有文字的手术记录，给患者家属看了，但是人家不认，人家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。他看到的是，明明是自己母亲到的早，医生却要先救后来的人。对于医生来说，很简单的道理，但对于患者而言，却无法理解。有些人看不见星空，只能看见近在咫尺的灰尘，可这些灰尘就足以让他们窒息了。证人，那是个16年前的误会，一个已经无法澄清的误会。就算潘老不一起出来再提那件事，为你父亲洗脱冤屈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逝去的人已经走了，而作为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，要向前看。潘老因为你父亲的事情大病一场，后来身体就垮了，只能从1线退到2线。连环车祸，30几个家庭，42名患者，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。而我们海城骨科专科医院也损失了2名顶级医生，还赔了一大笔钱，差点关门。证人，花姐说的对，悲剧已经发生，去澄清它的真相，要求一个所谓的公道，真的有意义吗？还是活下来的人继续往前看，不让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更有意义？
稍后。上次这么大阵仗，还是给 VIP 患者做手术的时候。这哥可比 VIP 患者厉害多了，人年轻的时候是职业医脑，海城差点被他给闹解散了。啊，怎么样？现在什么情况了？大黄鸭在家属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，但电话里他前妻听说他要死了，哈哈大笑3声，把电话给挂了。但他有个儿子，说是出差回不来，管他要医药费，说老家伙自己有钱，典型的众叛亲离。还有其他亲人吗？还有他的老母亲。他母亲还活着，但是老太太全身瘫痪，已经很多年没下过床了。怎么样？联系上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接电话。会诊结果呢？有了吗？目前最能解决的还是自体肝移植的部分，这个部分不解决都是空谈。哎，你们不要都看着我啊！以往这个级别的手术都是林副院在做，我就跟过几台。我来。你还能来得再慢点吗？主角都是最后登场的。你居然会说冷笑话了？他居然都会说冷笑话了。该患者具有手术根治病灶的机会，但是难度和风险都很大，建议采用体外肝切除和自体鱼肝载质术。谢谢。手术共分3个阶段：载体手术、体外肝脏切除、下腔静脉重建和自体肝移植。这其中，载体手术最简单，下腔静脉重建和体外肝移植难度较大。所以手术顺序是：泌尿外科、血管外科，在胸外介入，最后自体肝移植。自体鱼肝载质术难度很大，你会吗？我只做过1次。手术全程录像，术后鱼形监控，准备手术。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器官粘连严重，从解剖第一肝门线路输入肝脏的血管到全肝阻流血断都十分困难。是啊，受侵害的第一肝门、第二肝门是重要血管纵横交错的机要部位，稍有不慎啊，会致命性大出血。患者需要自体肝移植，证人这方面不太熟，需要您就台。